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，联盟双星升级回归，大影响大时钟大势人3人接力破敌，老鸡大队势如破竹，监控基地水深火热，是殊死一搏还是宁死不退？ Hey guys， 屁什么 here， 欢迎看我的频道。在等待了差点2周半后，时钟多元宇宙更新了，这次是第10季，整合了39集到41集的全部内容，并新增了近8分钟的新片段，就无疑是疯狂了。时钟宇宙从第1季发布以来到现在，已经累计发布了41集、3特辑、10季，总计时长更是跌到了4个小时。第10季发布的时间正好到了时钟宇宙1周年，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这么久。感谢 Drum Studio 的付出以及屏幕前俊朗秀丽的你们，1年前的此刻你在干什么呢？好了，先将注意力收回，请与我一起重新回顾第10季新片段，我将尽可能把恩典解析理论其中细节，看清简介。视频内容难保有时会过度解读猜测，其中仅是个人愚见，仅供参考，请理性看待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。在正式开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这个小小的赞。前情回顾，老鸡排大型重工单位的面试引起了一系列泰坦们的面面相觑，处身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对手面前，自身的力量被无限放小，而目标又是他们的基地。在泰坦们小试阻止一手无果后，只能改变策略，战术性撤退。回到本集，开幕就是原版67集同款，一名穿着防弹衣的白头监控正驱车行驶，隔壁是大势人。从其大小以及拍摄者手中持有的激光炮来看，此时的拍摄者也是大势人，不过隔壁的是1代的，而拍摄者是2代的。首先是其装配的2代同款武器，其次是显著的2代大势人衣袖，所以拍摄者是2代的大势人。这部分情节67集同款开场，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不一样。在相继结果了2个战士后，旁边可以看到监控飞机的离开，而这些战士正是来扫荡的。旁边的大势人用炮弹抵掉了一发后，拍摄者激光补上带走，随后镜头转向了一个巨大的建筑。如果你看了细致的话，这里正是监控的基地。虽说与原版50集里片面的外观来看有着些微不同，但大致上是大同小异的。在剧集的最后，也有一发监控的标志物掉落，所以这里是监控人的基地。此时上方炮火交加，遍地火焰肆虐，无疑是遭到了入侵。那么上集前线暂时吃紧，现在后方立马遭到了入侵，时间线有着一些跳跃。现在到达的部队应该是先遣队了，提前来扫清防御工事，方便老鸡以及大部队过来时直接推平。那先前离开的飞机没有装载飞弹，仅是运输机而不是作战飞机，应该是在表示部分联盟成员是在撤离，而派者所处的车辆看样子不是撤离，应该是在寻找撤离失败的幸存者抢救一下，所以可能才会回到基地。此时派者所处载具被击中，短暂镜头失真期间摔到了地上，武器脱手，车辆被破坏的燃起来了，还能在这里看到倒地不起的大势人，让我们按下 F 为他致敬。如果没有他先前那关键的一炮，想必这部分内容就得换个拍者了。拍者刚要起身，就看到个已经激活自爆状态但正微笑待人的战士了。他想要与拍者共赴黄泉，但有人想要令他失望了，试着铅笔画出了一面盾牌，将其抵在身后推走。炸了个寂寞，是大钢笔来了。他的上次出现是在上次在老鸡问世之前，与其他中东单位一起撤离了。既然此刻他出现了，自然也就少不了一起出现的大电视。白光一闪，来犯的炮筒和燃油厕所战士们纷纷坠机，仅剩一个戴着眼镜的战士。打望几眼发现就剩他了，果断跑路。又是他，我相信总有一天绿袖监控会来找你的，断指之仇不共戴天。随后一艘监控飞机吊着个带有监控蓝色徽章的集装箱子过来，但被数发激光击落，遗憾坠机。是一个8发炮管的战士，其左眼想必受到了什么损伤，导致眼睛不好使，血渍未干的样子，缠了个绷带又上战场。还没等他看清，一发金灿灿的电球砸中了他，被定住落了下来，是大时钟。他终于恢复好了状态，重返战场。随着时间流逝，相应的也有了一些改变。首先是加装了可以发射具有时间效果的子弹，其次是他的头部看起来更加精密化了，比起以前正正方方的时钟头，现在更加具有层次感。不过他走路姿势怎么感觉像是女人，感觉踩了高跟鞋似的。不管那么多，拍者转头捡起震动包后，看向了集装箱的位置。此时大电视与监控人正在友善洽谈。这名精密武装监控照猫画虎，是不是在学大电视的动作，仿佛是想要带走面前的箱子，但他不是电视人，这点也得到了大电视的否定，属于是闹了个小笑话。最终大电视催促大钢笔靠近，随后黑烟爆起，传送人离开了。视角回到大时钟，只看见他突然身体不适，似乎有一股无形力量导致时针跳动紊乱，仿佛受到了某种干扰。我们此前得知的磁铁会对时钟人产生干扰，从而无法正常使用能力，破坏正常运转。大时钟多次在磁极类厕所手中吃亏，这次仍是如此。黑暗之中，磁极厕所显现，此刻的大时钟不是以前那样彻底失控，无法动弹。我想这都得力于升级后优化了，还能在仓促间有所反应而掏出子弹上膛，但来不及了，没开2度又被吸了上去。正当熟悉的一幕再要上演时，有人打断了磁极厕所，右边有诸多细小的激光射线正在攻击磁极厕
厕所的磁铁关节处。不到一会儿的功夫，磁铁掉落了，从而阻止了磁级厕所分解大时钟。派尔者也不干看着了，把弄武器配件改换攻击模式，随后喷射起步，朝着磁铁喷发火焰。众所周知，高温消磁使磁铁内部的微观粒子运动加剧，从而打乱磁局排列消磁。可以看到磁级厕所的磁铁在经过烈火烘烤后失去了磁力，而后大时钟落下。见成功救下了大时钟，派尔者落地再次切换攻击模式，随后激光持续攻击。磁级厕所无可奈何之下，直接黑暗溜之大吉了。从黑暗之中出现了个单位，先前营救大时钟时，正是在其帮助之下实现，是大音响。而这个大音响想必也是之前的白衣大音响，不过现在看起来是升级了。除了它之外，貌似也没有看到过第二个大音响人的存在。再加上大音响经常与大时钟绑定出现，所以它应该是以前常伴大时钟左右的大音响。我愿称它们为联盟双星。虽说大音响是一个，但现在的外观相较之前完全判若两人。整体颜色变成了音响主题色，更是幻视泰坦音响一般，加装了2个音响和2发手炮，媲美迷你泰坦了，很帅。背后的音响上方和手中还有许多匕首，好家伙，真不吝啬的准备投币。派尔者飞到基地广场，外部已被各种残渣覆盖，最终找了个可以下脚的地方落下。大时钟和大音响跟了上来，互相击拳称赞。大时钟灵机一动，从后方掏出了1发子弹给武器上膛，一股左轮转轮的即视感。上好后朝派尔者发射，顿时派尔者周身金光弥漫，好似得到了某种力量的加持。镜头短暂失真后，金光一闪，世界仿佛变灰了。同时，在派尔者的探头中可以看到一切事物都变慢了，所有的动作都成为了慢动作，包括大时钟自己，这太疯狂了。大时钟比划 OK， 大音响跳舞，轮到你表演了，兄弟。这样一看，倒不像是世界变慢了，而是派尔者变快了。从22集中可以得知，女时钟赋予了绿领监控某种能力，从而加速了机械运转，可以促使其拥有飞一般的速度。我想这里也是，只不过视角是被施法者看到的，所以就会有一种变慢的感觉。所有派尔者喷射起步，直指面前的侍卫厕所战士们，炮决一个，在依次拉下另外3个的水箱后，提前开火，再秒到地面上的一位幸运战士。如果不停下来看是看不到的。派尔者再次转换攻击模式，在喷气加力原地旋转大不相继发射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枚飞弹。完成这项操作后，派尔者收起了武器，并调整了旁边的1发飞弹方向，使其更加精准的命中。派尔者捡起了地上的耳机，而这里之所以有副耳机，是因为拍摄者在旋转发射飞弹时掉落的10分的细枝颇具物理化。戴上耳机后，9天雷霆双脚弹扬长而去，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。但又一个电锯战士出现了，他笑得10分的开心，但很快戛然而止，背后黑烟爆起，一点紫光限制，随后刀破长空。电锯战士被瞬间一刀两断，转瞬即是阴阳两隔。为了防止失去生力的厕所砸到众人，他的电视夺不接住。但我想不只是这样，因为距离看起来还有一段的。更多的，他的电视是想要接住，然后再来一记满分投掷带走不远处的2个厕所，扔中了天上的，落下后砸到了地面的，如丝般顺滑的操作。6解决了面前的战斗后，他一来就开始交流。从他的声音中可以得知老纪要来了，而目前的处理办法就是战术撤退。这也对上了本季的描述，他们正面无法抗衡，只能夹缝生存，谋求一丝机会。现在要做的是抛弃监控基地，带走剩余的升级设备，转移到电视基地。我们知道的是，该系列联盟有6个阵营，为什么在这6个中选择了电视呢？难道是电视阵营的隐蔽性很高？但在此前我们看到了老德发现的电视基地的位置，应该不是这个可能。所以按现阶段来看，个人觉得是一个很难到达的位置，如较远的海岛或险峻的高峰。由于难以到达，所以电神有着特色技能传送，而老德也恰好有，所以发现了这个位置。如果按照这样想的话，之前我们看到的始终飞机能到达电视基地，说明空中单位是可行的。那厕所发起空中作战，有着女探的铅笔的存在，制霸空域想必也不是难事，但至少可以知道电视基地相较其他基地有着一些优势，才会如此。那里还有着电视与时钟科学家，加上带着的升级设备，科研技术定时不愁。这集又有2个老单位的回归，应该是暗示了这一点。接下来联盟成员可能会有一波大换新，但这个仅为猜测。我们继续，探电视离开后，旁边的监控飞机夹着个集装箱撤退了，留下了一堆呆着的监控面。这里可是他们的家，充满了记忆的痕迹，那是能说舍弃就舍弃的。随着黑烟爆起，大电视又来了。当将集装箱打开时，一个比一个跑得快。好吧，当我没说。不过这部分内容出现的电神倒是挺多，探的电视、大电视以及5个小电视。集装箱左侧是个黄锈电
电视，待会它有独特情节。此时大家开始撤退，而老纪大部队也越来越近了，远处乌泱泱一片，联盟大部队掩护小单位，弹响喷射起步，干脆利落的拿捏两位战士音波震爆，随后飞向了远处。派尔先后解决了2名后，大师兄提醒注意时间，显然他要动用能力了。但此时有个小监控宝宝被砸到脚脚了，耳机都不戴了扔在了旁边，派尔飞速靠近，单手直接拎走。此时大师兄正好释放时间暂停，整个世界变成了灰色，时间静止了。但派尔与这个监控不受影响，是因为他们佩戴了手表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在此之前载具被摧毁时，派尔手腕上是没有手表的，但在拯救大师兄时左手又有手表了，就很奇怪。中间派尔也没有与大师兄有接触，所以是怎么凭空出现的呢？这很难猜测，可能是个动画漏洞。被救下的监控宝宝以花相赠，但谁喜欢呢？啪的一下，大门关上，随后转头看到了小刺激厕所又来干扰大师兄了，导致时间不稳，颜色跳跃，弹响正好归来，二踢脚4刀加一炮，3连操作之下带走。见情况 OK， 危险解除，纷纷退到了大电视位置准备撤离。但此时有个戴帽监控人勇往无前，他不是去送死，他只是不打算撤退，想用自己的办法保护自己的家而已。我直接内幕，随着黑烟弥漫，视角转换，他来到了一个地方，直接落座，熟练的操作着各种精密仪器，系统仪表也逐个激活。最终数个基地炮台升起，他将要面对的是不等称的战力。这些炮台虽不足以撼动，但至少做出了努力。厕所大军在这些炮台的轰击之下没有迟滞半分，接连相继被炸碎。蓝帽监控见状，唯有符号帽子继续加大火力，但依然无用，炮台一座座被粉碎，最终只剩一个，一种无力感涌现。但此时黄袖电神来了，他表示不能让蓝帽监控下线，随后2手交出，而下一秒，这座炮台也在厕所大军的轰击之下化为粉碎。好在2人成功脱离了危险，下方密密麻麻的厕所战士以及老纪牌要塞机赫然在前。老纪到了，黄修向蓝帽监控介绍，面对这样的巨物，太太们都没有办法遑论几个小炮管，必须撤离。随后黄修电视拉走蓝帽监控，双双把家还，感觉这俩又会是一对搭档。未来再看，邪家出阵的厕所大军摧毁着一切能被摧毁的东西，面前的基地他们势在必得，数不清的激光全数扫射，狂轰滥射之下，仿佛炒菜现场，各种碎料烟尘弥漫天际。随着最后一块代表着监控的标志落下，本集完。联盟现阶段需要战术撤退，他们在面对这个巨物前信誓旦旦，无比自信，远远低估了这东西所带来的后果。但他们已经尝试过了阻止，效果无异于螳臂当车，后又没有时间去考虑以及研究有效措施，只能选择这条避其锋芒的策略。在起输入启动前，厕所拖时间；在起输入启动后，联盟拖时间，回合制战争，这样打下去无休无止。而第三方的插入就会尤为关键，比如点对牌反泰坦和邪恶泰坦之中，他们间接的影响着战场。我想在真正的天外来敌降临前，都还有可转还的余地。如果按现在的联盟力量来看，很难撬的东西 Tort 更有暗处不迷途的神秘先生。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我是 P1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